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失时2公里》。故事一开始，黑帮成员土豆见财眼开，他偷走了老大的一包钻石，然后开始了悲惨的逃亡之路。他一路开车逃跑，半路上却因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导致驾驶偏离，直接撞在了树上。不过幸好人安全无恙。可是这没了汽车，逃跑就没那么方便了。思索一番后，土豆索性往山林里走去，这样黑帮们就很难找到他了。顺着山林，土豆来到了一片如同世外桃源的地方，还在路上遇到了一群热心的村民。村民们将土豆带到自己的住处，并热情地款待了他。吃饱喝足后的土豆突然想上厕所，在土豆的一顿猛力之下，他拉出了一个黑色口袋，里面装着的全是亮闪闪的钻石。原来土豆之前为了防止钻石被偷走，竟把钻石吞进了体内。由于土豆上厕所的时间太久，门外的2个村民就开始了恶作剧。他们在厕所门口谎称现在有警察过来查案，让他赶紧出来。听到有警察，土豆慌了，他赶紧伸手想要去锁好厕所大门，却在慌乱之下把门锁给扯掉了。土豆见状也顾不了那么多，赶紧就将刚拉出来的钻石又吞了进去。这种有味道的操作，估计也就只有他能忍受了吧。吞下钻石后，土豆放下心来，他不急不缓地走到镜子前，想要梳理一下头发，结果却在镜子中看到一个女鬼的身影，吓得土豆滑倒在地，头直接撞到马桶上晕了过去。在外面听到动静的村民赶紧砸开厕所，却发现土豆倒在了地上。正在几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位眼尖的村民发现了一颗落在土豆鼻孔里的钻石。这些人瞬间见财起意，在夺走钻石后就将土豆绑了起来，砌进了墙里。本想着终于万事大吉，却不料一直在追土豆的黑帮跟着定位来到了村子里。黑帮老大的定位显示土豆就在附近，可是村里的村民不管怎么受威胁就是不说。没办法，黑帮老大索性就在这里住下，一副找不到土豆就不走的样子。刚搬进房间，黑帮老大就命令手下的小弟将自己的帅照钉在墙上。小弟在钉钉子时，突然听见墙里传来声音：“不要钉了，不要钉了！”小弟将这件事情赶紧报告给老大，可惜老大没有相信。其实那个声音正是土豆在墙里面发出的求救声，因为小弟钉钉子的位置正对着土豆的脑门。说回黑帮老大这边，他们自从住在村里后就一直很不安宁，因为他经常会被噩梦中的一个女鬼吓醒，这让他越发的想要快一些找到土豆。于是黑帮老大带着一群小弟就在村子周边搜索了起来。搜索过程中，他们在山上看见了一个很奇怪的坟墓，再往里走，他们就来到了一个荒废的房子里。在那里，他们不仅没找到人，反而碰到了那个经常出现在老大梦里的女鬼，吓得他们是撒丫子就逃。而另一边，村民们在看到黑帮一行人都上山去了后，赶紧把墙里的土豆掏出，然后将其活埋。本以为终于可以迎来平静的生活了，却不料这土豆的生命实在太顽强，经过摔倒、封墙、活埋，却依旧不死，反而还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里从活埋现场逃了出来。但天意弄人，土豆刚爬出来，没跑2步，就当场被一道闪电给劈死了。黑帮老大由于听到了惨叫声，多疑敏感的他赶紧来到了现场。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苦寻多天的土豆，并拿回了自己一直在找的钻石。就在这时，村民们也赶来了。他们在看到更多的钻石后，再次起了杀心，当晚便将黑帮团体打斗了起来。让老大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些村民个个都是杀人犯，战斗力极强。之前自己撞见的女鬼就是被他们所害。很快，黑帮被打得溃不成军。这些村民本想一不做二不休，将黑帮一行人灭口，可是黑帮老大为了活命，故意编造了一个藏有更多钻石的地方，这让贪心的村民们立即就采取了行动。他们将黑帮一行人捆绑封在水泥里，然后出发寻宝。一路上，众人都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发大财了，个个都非常的激动，却不料路途中司机突然被厉鬼附身，他们乘坐的车冲下了山崖，车中无一人活命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希望这个故事能告诫大家，这个社会上的诱惑有很多，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些外在的物件所迷惑，如果因此走上迷途，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